新年好，给大家拜个年。新年给大家分享一盆特别火的盆景。新春之际，感谢朋友们对山泉龙茶的关注，祝朋友们生活美满，事业红红火火。这是一盆3年前买的老鸭柿，讨个吉利数花了380块钱。一颗连根多干的下山桩，桩的基础还可以，几年时间出枝养到位，干的过渡也基本形成。今天对它进行上盆养根，把丛林盆景的空间布局调整好。先把这个美植带去掉，看看根的生长情况。知根心里才有底，尤其是玩连根丛林盆景，根干协调才能玩好它。这些根露出来了，像这类根的粗度也不小。培养下山桩，关键还在于养的方法。推荐给朋友们用这种美植袋养桩还是比较好的。去土先从表面开始，把该露出来的根露出来，底部留多少土心中才有数。表层不见毛细根的土都可以去掉。这是主干的连根部分，也是以后丛林要突出表现的重点。这可是扦插成活的，这些树干是从根基重新发出来的。丛林盆景的树干要由主干开始，有从粗到细的变化，以干的基数进行布局。丛林盆景在空间布局上，树干之间要有开合聚散、穿插掩映的关系，干身前后、高低错落等等，才能形成自然和谐的丛林整体。经过几年的培育，这盆丛林盆景基本按照丛林法则达到了要求。现在主要是确定好它的树势，这一盆的树势方向可以左或者右。以这个最粗最高的主干确定好它的树势方向，以此为中心和参高点进行修剪和整形。调整前先把这个扦插苗移走，用一个小盆把这个苗种上，挂果后应该有不错的效果。种养丛林用这种浅长条盆比较合适，盆浅更显树高，看上去整个丛林也会更加显得深远。把树桩在盆中的重心定位好，接树与盆的组成不能失去平衡。对丛林盆景的调整是全方位的，前后左右都要顾及到，不失平衡的丛林意境才能更加准确的表达。把盆土填好，现在用这个盆主要是对根进行培育，一是让表面的根更加丰满紧凑，二是控制好枝的生长不失比例。以后成型再用这个盆做一盆水旱盆景。这些小木棍是3年前对树干进行定位使用的，目的是按照丛林的设想，使树干之间形成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。这种方法在种养初期就可以使用，经过几年的生长，对这种老的树干是有很好的效果。把顶端和下部出枝做一个初步的修剪。确定好出枝位，多余的枝把它剪掉。在前期做了干的分布定位，现在要对单棵树干进行整形，主要是调整丛林树干之间的距离，以达到聚散与掩映的和谐。这个树干朝外倾斜比较明显，要开口把它朝内拉弯，从这个部位开启掉口。开口后要将树干来回运动几次，把皮层拉松，用力是把它拉紧，使锯口完全吻合。像这样完全吻合，可以加快它的愈合。
这个主干的3端也要改变一下。这个部分当时留高了，现在看这个干太直了，缺少过渡。把这个直干部分拿弯，等这个部分出枝，把它锯掉，重新蓄养一个底。拿弯要选择好铝丝上下的着力点。这个顶的方向也要改变一下。3端调整好，在干的下部再用老办法，用这种木棍进行一次细调。这个木棍的长度稍微要比干之间的理想距离长一点。把这些出枝的角度都调整一下，枝的流向整体一致，才能形成鲜明的竖式。丛林盆景对干的调整是从下往上进行，与修剪的顺序正好相反。这种操作顺序主要是依据参考点，调整树干的参考点在根的基部，而修剪的参考点则在顶端。丛林盆景的树干是按大小分布，相互间的比例关系一定要控制好。这2个枝都把它剪短，这个枝做顶，把树的整体调整好，再做统一的修剪，这样才能从丛林的整体上把握好取舍，有依有据，减少操作中的失误。对于老牙丝半木质化的枝条修剪，要留好芽点，用手摸一下，确认芽点再动剪。接口部分在上盆后要一次性修好，要对它进行封口处理，剪口平滑，有利于它的愈合。老牙丝在养护中有很多特征与金蛋子相同，相比之下比金蛋子更好养护。前期把根系养好，往后的肥收管理可以比较抽放，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生长特别快，而且萌芽和愈合能力都要比金蛋子强。尤其是老牙丝的开花结果也显得比金蛋子更加容易。用老牙丝做盆景可以观寒枝，这是它最显著的特征。秋末初冬，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，代表诸事大吉，寓意万事胜意。好了，关于老牙丝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是三全龙茶，感谢您的关注，下期见。